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中国的电磁写敲接近超音速，磁悬浮技术领先全球。根据媒体报道呢，山东省工研院他们所研制的电磁驱动地面超高速试验装置电磁写敲已经建成，并且分阶段的顺利的进攻。它可以将吨级以上的物体加速到最高时速1030公里，创造了世界大质量超高速电磁推进技术的最高速度记录。外电呢对此是非常的关注，认为它比日本中部铁路公司开发的磁悬浮列车快1.7倍，认为它除了高速地面运输之外，还有助于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航空航天，甚至是轨道炮方面的更广泛的研究。这项高速磁悬浮列车的技术的突破，意味着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已经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到了系统级原始创新的阶段。今天穿梭在中国大地上的高铁线路已经超过了4万公里，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高铁强国。但是正在使用的几种高铁的机车，多少都带有欧洲和日本的技术传承。比如说 CRH2 是和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的产物， CRH3 是引进德国西门子技术的产物， CRH5 是引进法国阿尔斯通和意大利的菲亚特的产物。但是在高速磁悬浮列车这个领域呢，国外是没有什么先进技术可以转让给我们的。早在2003年吧，中国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磁悬浮轨道线路，用于服务上海的浦东机场。但是德国当时拒绝向中方转让关于磁悬浮的任何技术。那也正因为如此吧，德国的磁悬浮技术也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大规模拓展的机会。没有德国人，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搞出磁悬浮列车来呢？中国科研部门一直在开发属于中国自己的磁悬浮列车技术。在四川的青城山，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条磁悬浮试验线路。目前呢，已经有长沙和北京2条中低速的路线投入使用。今天，中国终于突破了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磁悬浮的技术，意味着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而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德国、日本，有关研究进展缓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是唯一的磁悬浮列车技术强国。中国磁悬浮列车科研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和基础工业的不断进步直接相关。磁悬浮列车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很长的直线电机，和福建号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用磁力克服一个物体的重力，让它悬浮在半空当中，然后通过电磁技术的加速，使它达到某一个速度的指标。在航母上呢，需要让飞机达到起飞所需要的最低速度，而在地面上，这个速度需要达到多少，就看轨道交通的需求。要完成这样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机械、电子、电气，特别是在电磁领域拥有强大的生产和配套能力。在西方国家呢，这样的配套能力往往只能通过跨国合作来实现。但是作为一种涉及标准的战略性的高技术，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很难有很真诚的合作的。所以在轨道交通方面，欧洲有好几个国家都自认为是强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双方互不相让，因此也形成了欧洲一个铁路网，有好几种标准的这种奇特的格局。而中国的领导体制则是联合攻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佳组织体制。国家出面，中央企业和其他的国有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合作突破某个技术难题，那协调工作比欧洲国家要容易得多。而在西方，集团利益、资本利益、地方利益所造成的困局完全无解。美国的所谓高铁建设一直遭到民航和汽车利益集团的抵制，声势浩大的加州高铁用了10多年的时间，连1/10的工程量都没有完成。中国呢，还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高水平的轨道交通技术大有用武之地。日本呢，现在大概有3500公里的新干线，但是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假如把电磁写敲这样的技术用在日本，那还没有达到最高速度，就是踩刹车，根本用不上时速1000公里的服务。而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线路长度大约是1300公里，到广州差不多是2700公里，到哈尔滨是1198公里，到乌鲁木齐是3298公里。
如果电磁写敲技术正式应用，将会把中国的全国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再添新动力。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